女孩惊恐的在森林中狂奔，可突然她就被眼前的一条万丈深渊挡住了去路。女孩紧张的回过头，此时身后全副武装的追兵已经赶到，于是她假意举起双手，做出投降的动作，并且朝追兵一步步靠了过去。领头的老大见如此情形，示意手下收起武器，但下一秒，谁也不会想到，3天之前，女孩还是一个自由快乐的大学生。她叫萨扬，从小生活在智利的印第安保税区。她的父亲是一名勇士，为了保护族群的利益，被白人警察抓捕入狱，至今生死未知。从此，萨扬便和奶奶相依为命。长大后的萨扬也很是努力，成了保税区唯一的大学生。这次是他读书4年来第一次回家，奶奶也早就对这个唯一的孙女思念已久，而萨扬的内心也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放松。本以为这样快乐的日子会一直持续下去，可就在第2天，正在水潭中畅游的萨扬突然被树林中惊起的鸟群引起了注意，于是他立马穿好衣服朝家里赶去。果不其然，一辆灰色的皮卡闯入了他们的聚集地，车上下来了几名壮汉，指名道姓的要寻找奶奶。奶奶听说有人找自己，于是示意对方进屋聊。谈话间，沃克也将自己的意图说了出来，他表示自己是一家旅游公司的负责人，在全球各地都有他们公司的旅游项目，而这次之所以找到奶奶，就是想买走他手中的这片土地，开发建设旅游项目，这样奶奶不仅可以拿到高于市场价的报酬，还可以为科学的保护环境做出贡献。但奶奶却不这么认为，她觉得自己只是这片森林的看守者，并不是拥有者。You see, this is a sacred site, enabled by our marching for the communities. 这番话直接让几人哑口无言，但他们并不打算就这样放弃。离开前留下了一个巨额报价，只要奶奶愿意，这些钱立马就可以进入他的银行卡。说完直接转身离开，但他们不知道的是，这些钱对于这个老人根本就没有诱惑力。为了彻底弄清楚这群人的意图，于是等他们开车离开之后，萨扬悄悄地跟了上去，并且趁他们不注意扒上了皮卡。很快皮卡就来到了一处施工现场，而眼前的一幕也彻底惊呆了萨扬，因为这里的机器根本就不是开发景区用的，反而更像是一支专业勘测队。果不其然，很快他的猜测就得到了验证，因为就在他来到一处帐篷外偷听时，听到沃克正在和父亲老白通话。原来他们之所以愿意花大价钱买下这片土地，是因为他们在这片土地下面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钴矿床。钴是一种稀有的新金属，可以用于制造清洁能源。一旦这座矿脉被成功开采出来，他们不仅可以赚得盆满钵满，甚至能够掌控未来，成为真正的赢家。躲在外面的萨扬听到这通对话有些吃惊，于是他用手机将证据录了下来，但他没注意到，此时一名工作人员已经发现了他。Damn it! Vyckoff! The Indian was recording us! She went down the trail! Vyckoff! 萨扬见状，马不停蹄地冲进了森林，而对方也迅速组织人手冲着萨扬的方向追了过去。但好在萨扬从小就生活在这片森林，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了如指掌，而不熟悉环境的沃克一众很快就在一处洼地陷了车。就在他们徒步追上来之时，萨扬已经爬上了一根缆索，顺着山谷顺利荡向了对岸。而沃克一众眼见没法奈何萨扬，于是便想到了新的对策。而此时的萨扬也已经顺利回到了奶奶这里，他紧张地让奶奶赶紧收拾东西，并通知其他族人离开这里。Those guys who came earlier, they're excavating the Winkul. They have weapons. They saw me there. 可奶奶听完萨扬的话后却十分固执，她根本不愿离开这世代生活的土地。还没等到萨扬做出进一步动作，沃克就带着众人再次返回到了这里。奶奶愤怒地上前和他们理论，结果却直接激怒了沃克。失去理智的沃克拔枪射向了奶奶。萨扬见状露出了凶狠的眼神，可他刚刚冲上去就被沃克的手下撂倒在地。眼见情况已经完全失控，沃克赶紧将手枪还给了手下。 We have to burn the house with them inside. We have to cover our tracks. We never came to this place. 手下按照沃克的命令将奶奶和萨扬拖进了屋子，然后从炉坑内抓起一根火把，顺手就扔进了墙角的棉花堆中。很快大火就吞没了整个房子，而萨扬也被浓烟呛醒了过来。但看着奶奶的尸体，萨扬再一次陷入了悲伤之中。于是他不舍得给了奶奶一个亲吻之后，便立刻起身朝屋外跑去。此时的沃克几人正在欣赏着这烈火焚屋的场景。萨扬趁机绕到了几人的后面，迅速出手将司机打晕，然后将其拖下了车，接着拿出一块破布塞进油箱，并用打火机引燃。下一秒，同时，沃克也注意到了萨扬逃跑的方向，手下迅速从皮卡的后斗中取出武器。沃克叮嘱手下必须得干掉萨扬，因为如果他们的秘密一旦泄露，那他们在场的所有人都得吃牢饭。但他们似乎忘了萨扬从小就生活在这里。果不其然，一直追到夜幕降临，他们也没能发现萨扬的一丝痕迹。于是几人选择了就地扎营，等到第2天再继续行动。但殊不知，此时的萨扬正蹲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看着他。第2天一早，一名手下来到树下小姐，结果却被萨扬从背后偷袭。You're not gonna. I swear this is just a job for me. I'm only a driver. What were you doing, fucker? Were you letting them burn me alive? Huh?
听到动静的几人迅速起身举枪射击，结果却被沃克阻止，因为他要亲手干掉萨扬姐心头之气。但等他们冲上来时，却只看到了受伤的手下，因为萨扬已经跑了出去。几人没有犹豫，开始朝着萨扬逃跑的方向追了上去，并且还不停地开枪，给萨扬造成心理压力。但不巧的是，突然眼前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峡谷，挡住了萨扬的去路，同时追兵也已经赶到了身后。萨扬知道自己逃跑无望，于是缓缓地举起了双手，并且朝着几人慢慢靠近。沃克看到这种情形，于是让手下都放下了武器，本以为已经拿捏了萨扬，结果下一秒萨扬在湍急的流水中死死地抱着一根朽木，经过数个小时的漂浮之后，终于来到了一处水流变缓的回弯。于是他使出全力爬到了岸上，可刚刚的跳崖还是给他的身体带来了伤害。只见萨扬来到了一处突出的石头前面，俯身将左肩按在了石头上，只听到一声清脆的响声传来，脱臼的肩膀被他强行归位。接着他又找到了一些草药，嚼碎之后敷在伤口上。同时另一边的族人全部聚集到了奶奶被烧毁的房子前面。面对奶奶的尸体和失踪的萨扬，这群印第安人非常愤怒，要求警方给他们一个说法。双方甚至还发生了激烈的对抗，可他们不知道的是，另一边的警方头子已经和沃克的父亲老白达成了协议，他们要将萨扬塑造成恐怖分子的形象，并将奶奶的死也扣在萨扬的头上。这群人渣为了利益官匪勾结，连最起码的底线都没了。警方为了杀鸡儆猴，将闹得最凶的几人当场抓获，而萨扬的发小趁着混乱，用手机拍下了押运车辆的车牌。等到运输车辆离开之时，发小假装摔车挡住了他们的去路。2名警员下车查看，下一秒发小突然举枪站了起来。2名警察看到这种情况，只能乖乖的束手就擒，并按照发小的要求丢掉武器的同时，还将自己用手铐锁了起来。随后发小打开后车门，将被抓捕的2名族人救了出来。与此同时，萨扬也准备开始自己的复仇计划。他利用自己从小在丛林中生活的经验，使用当前的工具快速制造出了一张弓，还有数枚带倒刺的箭头。他要将这群混蛋当兔子射。很快沃克就和手下发现了一处火堆，就在他们上前查看情况之时，萨扬果断拉开了手中的弓。God damn it! Hey, don't shoot! Don't shoot! Save the bullets. We'll need them. Fucking arrow! The fucking Indian is hunting us. 这下几人终于有些慌了，但下一秒萨扬就从树上跳了下来，故意暴露自己的位置，引诱对方朝自己的方向追击。可等到他们追上前时，却只看到了一座吊桥，完全没想到萨扬正躲在桥的下面。萨扬拿出小刀，对着悬索就是一顿用力招呼。此时的沃克一众也走到了最中间，同时萨扬也割断了悬索。女手下见状，保持好身形之后，抓住萨扬的额头就撞向了木板。萨扬瞬间被撞得七荤八素，但当萨扬开始反击之后，女手下连2招都没能扛住，最终还是掉进了脚下的河里。但不幸的是，坠入河中的几人并没有受到多大的伤害，最终全部爬上了岸。而逃脱的大胡子更是不巧的和萨扬撞到了一起，2人瞬间就缠斗在一起。面对大胡子的攻击，萨扬一时间根本没有还手之力，但大胡子依旧低估了萨扬。只见起身的萨扬迅速从旁边抓起一根竹子，对着大胡子哐哐就是几下。大胡子一时没注意挨了几下，反应过来的他也从旁边扯过一根竹子。这下萨扬再次没了还手之力。这就是男人和女人在体能方面不可逾越的差距。眼看萨扬即将被大胡子掐死，但下一秒萨扬就对大胡子来了一招失传已久的三花巨体。接着从地上捡起绳子，死死勒住了大胡子的脖子。还没等他做出反应，萨扬就用绳子将他五花大绑地控制了起来，随后淡定地起身离开现场。接着萨扬在丛林中找到了被他射伤的地质学家，从对方的口中得知，沃克和父亲为了得到一些小国家的资源，花重金贿赂政客，甚至挑起战争。他们利用自己手中的金钱迫害了很多无辜的平民，索取完之后，留给这些国家的就只剩下了一堆烂摊子。听到这些的萨扬异常的愤怒，这些人必须得死，他们必须得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买单。同时进山寻找萨扬的发小一众和沃克遭遇，发小毫不避讳地询问他们萨扬在哪，得知对方和萨扬是一伙的，女手下迅速拔枪射击。最终只有发小一人逃了出去，剩下的2人全被对方干掉。好在枪声惊动了不远处的萨扬，萨扬立马冲着枪声的方向赶了过去。可当他到达现场时，却只看到了2名倒地的族人，沃克一众早就没了踪迹。萨扬赶紧扑到其中一人身上，这人在使出全力告诉萨扬发小还活着之后，也不甘地闭上了眼睛。面对同族一再的惨死，萨扬痛苦不已，而这也更加坚定了他复仇的决心。于是打算开始行动，结果却撞上了2名路过的警察。萨扬趁机冲了下去，挡在了对方的前面，接着一脚将警察踹下了车。
车，抱着他的头哐哐就是一顿猛撞。此时另一名警察刚刚赶来，就被沃克的女手下一枪送走。眼看对方离自己越来越近，萨扬立马扶正摩托，风一般的就冲了出去。女手下见状，也立马骑上摩托追了出去。双方在茂密的丛林中展开了疯狂的你追我赶，但萨扬对整个森林更加熟悉，于是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之后迅速俯身。女人就这样去了西北，却接着萨扬开始骑车在森林中寻找沃克，结果在经过一棵大树时，却遭到了对方的偷袭。等到萨扬再次醒来之时，发现自己已经被沃克绑在了树上。然而沃克并没有着急于出手，他以为已经拿捏了萨扬，于是便对萨扬的身体打起了主意，结果却被萨扬咬了一口。气愤的沃克举枪就想干掉萨扬。Kill me. Kill me and you won't get out of this forest alive. 觉得有理的沃克再次将萨扬打晕，接着来到河边准备清理一下耳朵上的伤口。可等他再次返回之时，萨扬已经没有了踪影。原来是发小刚刚救了萨扬。得知部落里的情况之后，萨扬非常的痛苦，旁边的发小则不停的安慰他。但就在这时，一颗子弹却射穿了他的身体。发小顾不上疼痛，他让萨扬赶紧跑。眼看沃克已经追了上来，萨扬只能丢下发小朝山下跑去。沃克则在后面紧追不舍，两人一直来到了一座码头。萨扬启动了一艘快艇冲了出去，沃克也迅速启动一艘快艇追了上来。等到两船接近之后，萨扬直接跳上了沃克的快艇，接着对着沃克就是一顿暴风骤雨般的攻击。此时的警方也驾驶直升机来到了两人的头顶，并要求萨扬立马停手，否则就会开枪。但萨扬根本就没将这群警察当回事，继续和沃克缠斗。但他一个弱女子显然不是沃克的对手，很快就被沃克按在了身下。就在这时，他注意到船只正以极快的速度冲向码头，于是他拔出小刀刺伤沃克，随后一个猛子扎进了水里。下一秒，萨扬终于为奶奶和族人报了仇，但他也深知自己不能待在这里，于是剪掉头发换了身行头，拦下一辆过路的卡车，准备去一个没人认识他的地方，然后去明启多的58同城找份工作，隐姓埋名过完后半生。此剧结。